远方的白雪飓风，山顶白雪皑皑，即使夏日雪线也难以完全消融，覆盖山顶一带。这座日本最高的山岳以其近乎完美的圆锥形，巨大而平稳地横亘在日本本州岛中部，从黎明破晓到夕阳西下，富士山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多变的色彩与轮廓，景象壮阔，云雾时常缭绕其间，为这座山峰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，让其气势变化莫测。然而，在它雄伟壮丽的外表下，潜藏着火山的活跃与地质的能量，提醒着大自然的力量。这是一座沉睡数百年的活火山，是日本的象征，也是大自然力量的展现。从河口湖畔望去，如果天气晴朗无风，有机会看见富士山倒映在平静湖面上的逆富士绝景。清晨时分是捕捉这份宁静与壮丽的最佳时机。湖面如镜，完整呈现富士山的对称之美。沿着湖边散步，不同的角度都能拍到富士山的多样风貌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若想将富士山与河口湖的全貌尽收眼底，不妨搭乘天上山公园缆车，从高空俯瞰这片绝景。缆车徐徐上升，窗外景色从湖光山色逐渐开阔，远方的富士山变得更加巍峨清晰。抵达山顶的观景台，眼前是广阔的河口湖，与其后方雄伟的富士山，构成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。除了高空视角，环湖单车道也是体验河口湖风光的热门方式。踩着单车感受湖畔的微风吹拂，单车路线平缓，适合全家大小一同骑行。沿途设有几处休息区，可以驻足欣赏湖景，或者选择搭乘河口湖游船，在湖上从另一个角度仰望富士山，享受悠闲的水上时光。游船航程中，能清楚看见富士山的山形与周围景色。天气好时，同样有机会遇见逆富士。要抵达河口湖，可以从新宿搭乘特急列车直达河口湖车站，或是利用当地观光巴士环游各景点。建议在此处停留至少1个白天，让你有充足时间游览湖畔、搭缆车或骑单车。河口湖四季景色皆美，春季有樱花，秋季有红叶，夏季则可避暑，冬季则能见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。若想避开人潮，早晨前往天上山公园、缆车或湖畔步道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来到新仓山浅间公园，最经典的画面便是朱红的钟灵塔与壮丽的富士山同框呈现。这座五重塔以其鲜明的色彩和传统造型，成为许多旅人心中的日本代表性景致之一。若在春天樱花盛开之际造访，粉白的花海会将塔身与远山点缀得更加梦幻。从公园高处的观景台，还能俯瞰整座富士吉田市区的街景，视野开阔。新仓山浅间公园建立于新仓山的中段，是为纪念战亡者而设立的，至今已逾数十年光景。公园内还包含祭祀富士山神的新仓富士浅间神社，历史可追溯至更久远的年代。若搭乘电车前来，可于富士急行线的下吉田站下车，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公园入口。接着需要沿着数百阶的阶梯往上攀登，才能到达钟灵塔与富士山红框的最佳观景点。建议选在清晨或上午造访，此时光线柔和，也较有机会拍到没有云雾遮蔽的富士山。尤其在樱花季或红叶季等旺季，务必提早出发，避开如织的人潮，享受较宁静的景色。除了标志性的钟灵塔角度，公园内也提供其他视野，让游客从不同角度欣赏这片美景。下山后不妨顺道参拜钟灵塔所在的浅间神社，感受当地居民对富士山的敬意。附近也有不少充满怀旧氛围的街道和传统日式住宅，适合漫步探索。由于上山的阶梯较多，建议穿着舒适的鞋子前往，让攀登过程更为轻松。富士山脚下有一处被誉为日本名水百选的村落，那就是人野八海。
这里的特色是富士山的雪水融化后，经过数十年地下过滤，涌出形成8个清澈见底的池塘，其中许多池塘水深不一，清澈到能看见水底的藻类和悠游的鱼群。环绕池畔的是一栋栋古朴的茅草屋顶，传统建筑展现着日式农村的独特风貌。这些传统民居有些保留了数百年前的生活样貌，古朴的氛围让人静心。站在村落的任何一处，只要天气晴朗，都能远眺到宏伟的富士山作为背景。清晨时分来访是避开人潮，捕捉池塘与富士山倒影的最佳时刻。建议预留至少1小时到1个半小时。漫步其间，细细感受这份宁静。要前往人野八海，可从富士山站或河口湖站搭乘路线巴士，在人野八海站下车，或者从富士山站搭乘周游巴士，沿途欣赏风景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这里还有贩售用涌泉水制作的豆腐、荞麦面等当地特产，清爽可口。逛完人野八海，步行数分钟即可到达。附近的人野忍池是另一个视野开阔的池塘。再走远一点，还可以顺游富士急乐园，享受刺激的游乐设施，让行程更丰富。无论春夏秋冬，人野八海都能展现其独特景致。但秋季红叶或冬季白雪搭配富士山尤其迷人。我们此刻站在富士山的五合目，这里是许多登山者挑战日本圣山的第一站，也是感受其雄伟最近的起点。眼前这座红色的鸟居，标示着传统上神圣登山道的入口，许多人会在此祈求登山平安。从这里望去，壮阔的云海景观常常在脚下铺展，仿佛置身于云端之上，视野极为开阔。远处群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展现出与山下截然不同的磅礴景色。五合目除了是登山起点，也设有一条热闹的商店街，提供游客休憩与补给。商店街上可以找到各种富士山主题的纪念品，如特色果汁、手工艺品等，都是富有当地色彩的伴手礼。其中，金刚杖是登山者特有的纪念物，可以在不同的合目盖上烙印，记录登山历程。这里也有一间特别的邮局，许多游客会在此寄送明信片，盖上独特的富士山风景邮戳。这间邮局不仅方便登山者与游客，也成为传递富士山记忆的特殊场所。要抵达富士山五合目，通常需要搭乘登山巴士，巴士站就设在商店街旁。建议在上午或傍晚时段前来，清晨有机会看到日出云海，傍晚则有机会欣赏夕阳余晖。由于海拔较高，这里气温变化大，建议多层次穿搭，以应对不同天气。游览五合目、商店街与观景台，建议停留约2到3小时，足以感受这里的氛围，并留下美丽回忆。每年夏季的开山期间，五合目总是人潮众多。若想避开高峰，则可选在非登山季节或平日前往。来到富士山周边，白丝瀑布以其独特的姿态呈现一幅大自然的卷布画。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数百条细长水流从宽阔的弧形岩壁上倾泻而下。这些水流并非来自单一河道，而是富士山融雪渗透地层后，从玄武岩层缝隙中涌出的地下伏流水。站在瀑布下方，可见多道细密水线轻柔滑落，仿佛白色丝线织成的布匹。瀑布水势最终汇入下方清澈的浅潭，水面如镜，能倒映周围的翠绿山林与蓝天。环绕瀑布的玄武岩壁是火山活动留下的特殊地貌，层次分明，见证了富士山的地质变迁。白丝瀑布在不同季节各有风情，特别是夏季，水雾弥漫，能为游客带来一丝凉意，非常适合避暑。要前往白丝瀑布，可从富士公车车站前搭乘往白丝瀑布方向的路线巴士，车程约需30分钟。建议选择上午时段抵达，此时光线充足，更易捕捉瀑布的细致之美，也能避开午后的人潮。
沿着规划完善的步道，游客能轻松抵达多个观景点，从不同角度感受瀑布的庞牼与秀丽。从白丝瀑布沿步道步行，约5分钟即可顺游到气势磅礴的鹰指瀑布，两者风格迥异。白丝瀑布与鹰指瀑布皆被选为日本名胜百选，建议规划约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一次走访2处美景。离开了热闹的河口湖，我们来到富士五湖中最西侧的本栖湖。这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日本千元纸钞背面的富士山图案，其真实取景地就在湖畔。站在本栖湖畔的展望点，能看到富士山倒映在湖水上，气势磅礴，与纸钞上的构图几乎一致。这里的湖水以极高的透明度闻名，色泽清澈湛蓝，肉眼就能看见湖底。阳光洒落湖面时，湖水色彩变换，从浅绿到深蓝，层次分明。本栖湖是富士五湖中水深最深的一座，也是唯一一座终年不结冰的湖泊。除了欣赏湖景，本栖湖也适合进行各种水上活动，例如划独木舟、体验湖面风光，或者在清澈的湖水中潜水，探索水下世界，感受其独特的生态。要前往本栖湖，可从富士山车站搭乘巴士，在本栖湖站下车后步行前往。清晨是拍摄千元钞票视角的最佳时机，有机会捕捉到钻石富士或逆富士的景象。建议安排半天至1天的时间，除了环湖散步，也可以考虑在湖畔露营。许多人喜欢在这里的露营地搭帐，享受富士山与星空为伴的夜晚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富士山世界遗产中心独特的建筑设计，其倒圆锥形状仿佛将富士山的雄姿反转呈现。建筑外墙选用当地木材，散发自然气息，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存。步入室内，中心的富岳36景投影区引导访客进入圣山的世界。各式互动式展览详细介绍富士山的形成、地质构造，以及作为信仰对象的文化意义。透过古老的登山道模型和珍贵文献，中心述说着数百年来富士山在艺术、文学及宗教中的地位。搭乘电梯上楼，顶层的展望空间提供绝佳视野，让您能从不同角度眺望富士山的壮丽身姿。特别是从展望台往西侧望去，晴朗时可捕捉到富士山与河口湖相映成趣的美景。从富士急行线河口湖车站出发，搭乘巡回巴士便能轻松抵达这里。建议在上午时段来访，避开午后人潮，并预留至少1至2小时，细细品味展览内容。参观完中心，可步行前往附近的河口湖自然生活馆，体验湖畔风光与花卉园艺。富士山周边不仅风光秀丽，更藏着许多独特的在地风味，值得旅人细细品尝。首先来到富士吉田市，这里以吉田乌龙面闻名，是当地人日常不可或缺的滋味。它的面条以粗韧、嚼劲十足为最大特色，口感弹牙，常搭配味噌、酱油、汤底，配料多为高丽菜、马肉或油炸豆腐，有些店家还会加入辣油，增添风味层次。接着我们前往富士宫市，探寻另一道在地名物、风味独特的富士宫炒面。这道炒面使用专为其制作的真面条，面体不易软烂，保有恰到好处的弹性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添加了肉蟹、猪油渣和青海苔粉，这些是其他炒面少见的配料。再撒上鱼粉，让面条吸收咸香的海味，整体口感咸鲜，香气扑鼻。品尝完主食，不妨来份甜点。位于山梨县的杏玄饼是当地具代表性的和果子，每个杏玄饼都单独包装在透明容器中，由柔软的麻薯、香甜的黄豆粉和浓郁的黑糖蜜组成。吃的时候，将黑糖蜜缓缓淋在撒满黄豆粉的麻薯上，滋味甜而不腻，口感细致。这些在地美食不仅满足味蕾，也让旅程更加丰富，深刻感受富士山脚下独有的人文风情。
富士山作为日本的标志性山脉，其壮丽外貌下隐藏着一座活动中的活火山，展现大自然的磅礴力量。过去数百年间，富士山曾有过多次大规模喷发，这些古老火山活动的痕迹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山体与周边地貌。例如青木原树海一带便是古老熔岩流冷却后的遗迹，其地表崎岖，孕育出许多独特的熔岩洞穴。古人面对火山的喷发，既感到畏惧，也将其视为神圣的力量，进而发展出独特的富士山信仰与仪式。数百年来，人们沿着古老的登山道攀爬，将对富士山的敬畏化为朝圣之旅，期盼获得神山的庇佑。今日，科学家们透过设置在山体各处的精密仪器，持续监测这富士山内部最微小的动静。地震仪、倾斜计以及全球定位系统等设备，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数据，深入分析火山内部的细微变化。这些监测活动旨在预警任何潜在的火山活动，确保周边居民与每年数以万计游客的安全。尽管富士山目前处于休眠状态，其内部地热活动依然活跃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沉睡巨人。认识到富士山作为活火山的一面，更能体会这座神山生命力的雄浑与壮阔，看见它不凡的魅力。规划富士山2日游，善用交通工具与动线安排，能让您玩得更尽兴。首日行程建议以河口湖周边为主，清晨可搭乘周游巴士前往河口湖畔的各个观景点，像是新仓山浅间公园的五重塔与富士山景致，或是河口湖自然生活馆的大石公园，都是捕捉富士山倒影的好地方。第二天则可考虑前往箱根地区，搭乘缆车远眺富士山，并感受箱根温泉的悠闲气氛。前往富士山地区的交通方式多元，可以从新宿或东京车站搭乘巴士或电车，抵达河口湖或御电场。当地也有针对观光客设计的周游券，通常涵盖了主要景点的巴士或缆车，购买前可比较行程，选择最划算的组合。这些票券的效期与涵盖范围不同，建议出发前上官网确认最新资讯。住宿方面，考量交通便利性，选择河口湖车站周边或是富士山站附近的旅馆，转乘会更有效率。务必提早预定热门时段的交通与住宿，尤其是观赏富士山的最佳季节，以免项羽。感谢收看，下趟旅程再会。